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8日。最近生活在泰国的中国网红肖恩和他长期的合作伙伴陈老师好像发生了一些矛盾，每天一来一往，不亦乐乎。我想你肯定也感到好像搞不清楚事实是怎么样的，到底发生了怎么，未来又会变成怎么样。互联网的信息往往就是这样纷繁复杂，我觉得我可以输出一些价值，我就带你用就在前几天发布的最先进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引擎，叫做 Perplexity 的 Deep Research， 和你一起还原一下事实。至于我怎么做的，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个事情，以及我的一些看法，节省时间放到最后。我们先开始。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称之为 Perplexity 最新2月14日发布的叫 Deep Research 它的这样的一个引擎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会用 DeepSeek 问最新的模型运行几十次，他拥有编程论文撰写能力，并且以非常专业的形式进行一些输出。好，关键如何提问一个好的问题才能够获得好的答案。我有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一个假设，如果你是一个娱乐行业的资深人士，那 YouTube 是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平台，这么说我觉得没有问题，并且这个事情有一些娱乐的属性。我说你如何看待事情是最近 YouTube 上的肖恩看世界和原先的搭档陈老师开始互撕。我主要帮大家去问3个问题。第一是在事实层面关心过去，我说根据最近的视频、媒体报道和观众留言，我们能接触到的就这3样事情。因为我知道最近很多台湾媒体也进行报道，大家观众所关心的事情，你要概要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关键人物和事件，然后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简单来讲，过去 5W1H 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目前观众和舆论是怎么样的？舆论有哪些关键词？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快速的了解现在大家对此的看法，主流的意见有哪些。好玩的是呢，我还问他这些人分别支持谁，像选举一样，他们的支持率有多少，支持率有没有波动。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发一个视频，另外一个人又要回怼，支持率是一个波动的情况。第3就是未来了，第一是过去，第2是现在，第3就是未来。我们给他一个时间，1个月以后有哪几种可能的结局，概率分布是多少。因为我也听到大家有说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干脆就问一下 AI 可能会发展的剧情的脚本有哪几种，好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找到了29个源头，通过各种各样网站的分析我们看到他所援引的也有不少是台湾的网站，他运转了一些逻辑，这可能就是他讲的 deep research 的原因，就不单单是找，还要去梳理和像写论文一样去发现这个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更深层次的看怎样展现一个事情。在他搜索出来之后，他发现了一些他们的动机发现的问题，像利益不均、个人生活、什么录音等等等等。再来我们看下一个他做的一个动作，他再去详细了看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进一步的推理。最后他把这些信息进行汇总，试图来回答我们的3个问题，这就是他的一个答案。首先我们还是看过去，了解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起了一个名字，注意这里都是用正体或者是繁体的中文，有可能和大量的信息是来自于台湾的报道有关系。他说中国网红肖恩与陈老师团队分裂事件全解析，从流量神话到人性试炼场的启示录。他这个讲的好像有点盖棺定论，也已经到了人性的这个高度，有没有这样？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他说在2025年2月的东亚娱乐圈，一场发生在 YouTube 平台的网红团队内讧事件引发跨地域关注，
中国旅泰的网红肖恩，这没有错，和他长期的搭档陈老师公开决裂，不仅揭开了自媒体内容生产背后的商业博弈，可能他的号比较大，确实涉及到商业哈，更成为观察当代网红经济生态的典型样本。这场持续半个月的舆论风暴，以每日更新的互爆黑料、精心设计的舆论攻防以及粉丝群体的情感撕裂，构筑起互联网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这真的是跟写论文一样，但他分析的是全面的，从粉丝之间，从商业利益，从互相的一些所谓策略，但我没想到这个层次有这么深，至少他是这样讲的，并且突出是网红和互联网时代特有的。还是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展过程中展现的团队权力结构异化、人设与真实人格的张力，以及资本逻辑对人际关系的侵蚀等等，都为娱乐产业从业者提供了深具研究价值的现实案例。你看，其实对我们未来，如果我们再长得大一点，也有关系。我跟大家总结，他说这个事情和他背后的资本，他们做自媒体本身就要讲究一个真实性的，和他团队之间的一些权力架构，还有所谓人性都有关联，变成了一个观察样本。这是 AI 总结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还没有到盖棺定论，但他总结的高度拔得很高。那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事实层面，他有告诉我们事实演进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分成了3段，叫3阶段时间轴，大家有助于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根据双方在 YouTube 与 IG 发布的11条声明，已经发了这么多，以及5份文字声明，结合一些媒体的报道，它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看都是发生在2月的，是2月10日到2月14日，这个称为潜伏期。怎么搞得跟病毒一样？先是潜伏期，潜伏期呢是关键人物陈老师，他突然停止更新 Sean 逛吃 TV， 其个人的 IG 出现此处不留人等隐晦动态。肖恩团队内部工作邮箱系统发生权限变更，陈老师的后台管理权限被剥夺，以此举为后续的冲突埋下技术性伏笔。看上去前面4天潜伏期是陈老师好像发起的，他先有一个暗示，在技术上做了一些权限的剥夺、权限的变更这样子，这个是第一阶段。好，第2阶段叫做公开决裂，就是15、16日，也就是前几天。那么我们看看这2天怎么样发展成了叫公开决裂呢？肖恩在 Sean 的世界 TV 发布了23分钟的视频独白，指控陈老师因为金钱分配问题，他坚持55分账不合理。也就是说，他认为陈老师觉得55分账不合理，因为这个问题及恋爱后价值观扭曲，就上升到个人的角度了追求奢侈品消费导致合作破裂。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肖恩给出了2个原因，一个是金钱的原因，一个是个人的价值观的原因。陈老师在12小时后就在 IG 上以可笑至极预告反击陈老师好像总是先发一个 IG 发一个预告，再这个打回去的。我们回头看，他说，并于次日上传包含私密录音的47分钟视频，揭露肖恩夫妇私下贬低观众为老套群体承认内容创作纯属表演其实在我看起来，这个打回去好像也是在个人层面，他们的决裂只是在关系上的决裂，也不能看出说实质的冲突是什么，好像大家互相对个人都有一些抨击，这是我看到的事实层面。第3阶段也就是这2天了，我相信这个事情没完，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看第3阶段是17到18日，叫做全面战争，当然就是升级了。肖恩祭出道德审判的策略，指控陈老师在台湾拍摄期间与女粉丝发生不当关系并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进行人格定论。
好像这个有点抓住台湾人的价值观，但是没想到他进一步的审判是对陈老师的这个叫道德审判。我不太想加太多的评论，但这个是针对个人的，我提醒大家注意啊。陈老师持续放出财务往来，证明自身分摊制作成本是过半，超过一半，直指肖恩伪造人设，欺骗观众。此时双方合计发布9条互斥视频，播放总量突破1800万，这种视频咱们做慈善的怎么从来没有拿到 OK。 那么我们会看到肖恩基本上是在道德层面继续加以审判，而陈老师的回击是有实质的，有财务上的，来说明之前说的55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分摊的成本更高。那么他也有针对个人的，说你是伪造人设欺骗观众，这个是第3阶段，互相来破坏对方 OK。 那么关键人物和角色光谱这个有些大词大家忽略就好了。我来跟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事件当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他归纳出了四个人物我来跟大家梳理一下，2男2女，一个是肖恩方的，是肖恩和他的妻子叫丹丹，我也在这里看到的。陈老师另外一方还有考拉陈老师的女友，看上去也是刚才肖恩主要去攻击的。肖恩本名未公开，38岁，杭州籍，这个还比我小不少，小一些，掌握团队财务与商务主导权 OK， 相当于他是一个负责销售和整个团队运营的，其决策特征表现为强控制欲与危机公关的激进策略比较激进，在事件中采取道德高地加商业逻辑双轨论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看到全面战争升级过程中，一个道德一个商业。但我觉得说没必要把人搞臭，试图将矛盾从利益分配转向人格批判，也就是他现在的战略最早讲利益，后来转向了人格批判。这个我跟大家也提点出，肖恩方的女方叫丹丹，丹丹是肖恩的妻子，36岁，团队幕后操盘手，负责商务洽谈与账户管理 OK。 肖恩在全面赚钱，对不对？那么账户管理管钱就是他的妻子。录音证据显示其具有清晰的受众心理把控能力，同时展现出对内容创作的高度功利主义认知，认为观众需要被投喂特定情绪价值OK， 我最后来讲讲我想法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陈老师也是不具名，他呢29岁，陈老师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他的合作伙伴，前合作伙伴，四川籍出镜主持人，他以前是主持人，难怪他们是可以进行合作的，是吧？负责前线互动与场面调度，其反击策略就在讲现在了，主要凸显新生代网红的数字原住民特质。娴熟运用录音取证、数据可视化、实时互动等手段进行对抗。这个 AI 比我们看得透，它不单单看到了他们发生了什么，还说他们所运用的公关战术的不同。一个呢是道德制高点，一个好像是实时取证，很强的粉丝互动，拿着这个录音讲究事实派，好像是这样的。考拉也就是另外一方陈老师的这个女友更年轻，25岁，曼谷华裔自由模特，事件中的隐形催化剂。肖恩团队认定其物质主义倾向，威胁内容调性，而陈老师视其为突破团队压迫的象征。这层关系折射出网红团队成员私生活的干涉边界问题。我们也不要完全听信 AI， 因为它的内容虽然它有自己的推理虽然它进行了很强的 search， 但是你看这很多人为的思考还是在里面，我们大家也加以判断。我只是呈现出当今的最强大脑，这个 AI 它是怎样来看待的。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分析这个舆论现在的一个，我们刚才问它关键词是什么，大家的支持率是怎么样的，现在论场上的口碑发生了些什么。他说舆论战场的量子态观察，我跟他解释量子态是个物理术语意思就是你只要观测它就会不准，随着我们对它的研究它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准。有可能他想讲的是这个叫情感共鸣的数据图谱，通过爬取事件相关的127万条中文评论我 AI 它是转的很久，大概不知道是要将近1个小时了还是几十分钟才研究出来。原来你看他们扒了127万条中文评论，
结合 LDA 主题模型分析，发现受众情绪呈现显著代际差异。OK， 那么也就是说 AI 去分析观众的舆情，发现最重要的是和观众的年龄有关系。怎么讲？70到85年出生的观众，也就是我在这个类别占比 32%。我们接着看观众90到00，那么就是20到30多岁的，占比 41%， 应该是个主体了。再小一点的，就是像我这样的40岁的，再到50岁的00后20多岁的1/3不到一点 27% 这样的一个占比。 OK， 先来看70到85年的，我这个年龄的更多会使用忘恩负义，建立忘义。那看上去好像肖恩的讲的这个模型他讲的论调是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口味的来进行传统道德批判话语支持肖恩的达到 67%， 就是说像我这个年龄的40-50岁的，更多的是支持肖恩的2%的人。对于该群体重视团队稳定性的价值观相关，认为陈老师破坏了来之不易的成功。那么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你看比我再年轻的20多岁、30岁、33、34岁、35岁的人，占了40%的人，他们倾向于使用人设崩塌、虚假真诚等后现代解构话语。这个太深刻的，我们不要管它，这些大术语。他说支持陈老师占 58%。没想到你看30多岁、20多岁的人，要将近 60% 的人是支持，反而是陈老师的他们更关注话语权的平等问题，因为他们关注平等，认可揭穿伪善的行为正当性说谁去揭穿你是有人设的，你真是不是这样子的，反而他们支持。再年轻的新生代00后，他们虽然人比较少，将近 30%， 但他们创造出叫狗咬狗文学等新型话语模式，使用drama塌房等娱乐化解读框架，其中 43% 转发相关 meme 图像，表达中立看戏的立场，形成独特的次文化传播现象。其实就是说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他们更无所谓，他既说他们是叫狗咬狗文学，又呢去欣赏这种 drama 塌房，把它当成一场戏来看。不知道您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留言。那么支持率有没有发生变化？支持率分别是多少呢？我跟大家也汇报一下，每天不一样。2月15日，肖恩首发视频，就是说陈老师虽然先暗示，但是肖恩是首先发起进攻的，他的支持率峰值达到 68%， 陈老师仅 19%， 也就是说一开始是70对20，肖恩肯定是赢的。那么我们大概算一下，有 10% 多一点的人是观望，没有发表立场，大家的观点是很强烈的表达出来的，而且明显的是3倍的。谁发视频？肖恩发视频，支持肖恩。到17日，陈老师他也发出视频，他打的是事实战，这时候支持率就逆转为 54% 到 31%， 也就是说陈老师多了 50% 的支持率，而肖恩呢70到55%，就是说他差不多丧失了 20%。 我们来加总一下85%，那也就是说 15% 的人是开始观望了，观望的人也略多出了几十，因为原先是 10% 多一点，现在是 15%。 2月18日到当天，肖恩爆出桃色新闻，它也是一个新闻，但是呢更加多的，我认为这个是对陈老师的一个人生的个人的，我不说攻击，是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会怎么样呢？支持率再度拉平至 42% 到 41%，看到吗？2月18日是肖恩又发起了第2轮攻击，但是他的支持率是怎么样？下降的，比最早一天呢去掉了1/3，从68%去到了 42%。而陈老师啥事没有做，31%涨到 41%，现在是42对41，基本上是不分伯仲的，相当的，肖恩略胜 1% 而已。而观望的人又多了1/3 ，15%变成了 20% 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当前2月19日10时，我不知道这个 AI 怎么得出来2月19日的，现在今天应该是2月18日，双方支持率稳定在 38%对 39%。 我们会看到目前我们全当它是最新的，好吧，最新的情况来说，两个人还是相当的，而观望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他们两个人打的是平的，肖恩差不多要丧失1半的支持率，陈老师 double 了他的支持率，打平。剩余 23% 说对网红行业彻底失望，这个就是个问题，你看搞得其他做视频的人都会受到影响。OK， 这个是大家看到整个支持率的波动情况。
好，我刚才问的第3个问题，关于过去的我们了解了，关于现在口碑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了解了，那么未来会有一些什么走向，我来看看这个会不会是 AI 这个最强大脑特别厉害的地方。他说基于娱乐行业危机处理的历史案例库构建了叫贝莱斯预测模型，我实在不懂，但它好厉害。未来30年可能会出现5种结局。情景1，司法介入的民事诉讼，30%的概率。我们大概先了解情景2，叫表面和解的战略休战，25%。情景3，独立 IP 的平行宇宙，20%。彻底退网的沉默代价15%，最后持续互撕的熵增死局10%。我看了一下，加起来是100%。其实你看，从逻辑上，我认为他这个分享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完全可能发生民事诉讼的同时和解，也完全可能出现一种以后出现另外一种，既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是先后存在，所以他这个加到100，我觉得不太可信。我们就当1个月以后、30天以后的那一天发生什么的概率，因为同一天只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我们这样来看，情景1，什么叫司法诉讼呢？若陈老师坚持追讨账目分红，据业内估算，未结的款项有380万新台币。哦哟，这个厉害，大概要多少？50多万马币。他们这个赚钱是真的赚钱。事件可能进入法律程序。参考2019年台湾这群人团队分拆案，此类诉讼通常伴随商业机密泄露风险，可能导致双方频道永久停更，那就是两败俱伤。如果是这样，反而还要司法介入，打官司互相还要有把金钱纠纷解决。情景2，表面和解的战略休战，就是平局了，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种他说参考2022年李子柒与微念的调解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李子柒当时跟他的经纪公司有发生过这个问题，双方或签保密协议后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这真的是像两个国家一样但受众信任度难以恢复。预估频道流量将衰退60-70%，新转型直播带货成为可能的出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什么，因为我很少看他们的视频，但是 AI 好像分析还比较靠谱，因为这个是表面和解，其实是两败俱伤，大家都退去60-70%的流量，那么只能做什么？他还帮他们分析，那么你要接着赚钱了，就只能去做直播带货了。这个我是从没想过的，但我觉得 AI 讲的好像有点意思，应该说。情景3，独立 IP 的平行宇宙。什么叫独立 IP？ 陈老师凭借现有的关注度和个人设开个人频道，那他已经开了，就好像是肖恩团队引入新成员，重塑家庭温暖，那就走老路了，就换人走老路了，这个意思。陈老师独立开，此模式下双方受众发生代际分流，这个 AI 非常厉害，我是完全没想到的，因为他们俩其实为什么会合作在一起？从刚才的战略方法，从大家的支持度，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他们所吸引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陈老师就变成一个年轻人的关注的频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40-50岁以上的才会关注肖恩。那么是不是说肖恩当初就因为陈老师吸引年轻人，他有他不同的一个前台调度，刚才讲的这些能力合作到一起？我不知道，但这是一个推测吧。情景4，彻底沉默。那么就是黑材料持续曝光，频道被封，这也是两败俱伤了，对不对？那么也是有一个可以参考的 B 站的案例。好，情景5，持续互撕，熵增死局。熵增就是混乱程度增加，在这个系统内概率非常小，10%。双方放弃商业理性，纯情感宣泄，每天更新攻击性的内容，观众的没有什么兴趣了，流量减到10%以后就结束，他是这么分析的。我也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他们上来就谈钱，所以这个事情跟钱有很大关系。如果只是放弃商业理性，什么赞助都没有了，纯只是为了情感宣泄，有这么大仇吗？又流量都降了没有了，再还要互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高。那么就变成1、2、3、4、5种结局。最后呢 ，AI 总结到娱乐工业的镜像反射，我不知道这里大家还能看到，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这场看似寻常的网红内讧，实则映射出数字时代内容生产的深层悖论。当真实性成为最值钱的人设标签时，维护这种宣称真实的成本正在指数级的增长。
我的天，这个讲到我的心里，回头跟大家讲，肖恩团队的崩塌本质上是工业化内容生产模式与个体表达自由间不可调和矛盾的具象化。就是说你实际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工业生产怎么流行，你们爱看什么，观众朋友，其实就是你们爱看什么和真实自由表达是这个自媒体时代本身所具有的东西，但是因为观众所爱看的是那样的，那他所具有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又不停的在影响他的真实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意思。而陈老师的反抗则揭示出了新生代创作者对话语权再分配的强烈诉求。我觉得这里面关键是他们分类的事实没有分清楚，当然这 AI 和现在发展到才几天的时候这个事情确实还讲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事实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如何未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在做 YouTube， 我也关心但是他说未来娱乐产业的从业者需要注意到，在算法与流量的双重裹挟下，任何团队关系都面临着加速异化的风险。建立清晰的产权架构，设计弹性化的利益分配，保持创作者理念的动态校准，或将成为下一个肖恩陈老师困局的关键解药。毕竟在这个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最危险的崩塌往往来自内部分裂产生的引力波。天，这 AI 也真的是太会说了。他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尊重事实的。他说既然这样，他没有说要改变自媒体时代的不好的特性，他反而说那么你只有像公司一样的，对不对？他讲公司要有弹性的激励，不停的矫正大家的价值观和理念，要权力要设计好，不能说我们来合作吧就合作吧，而发生这样的问题。 OK，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看到 AI 所进行的解读。我个人呢，我觉得尽量少讲一点，因为我不论什么讲多了，我觉得跌位很重的，而且这事情我也看不懂。最后我回来要讲过怎么做和做什么。第一，我们用的这个是 Perplexity 的 AI， 它一天会给个非常少的数量用它刚刚推出的这个最新的叫 Deep Research。 我看了一下 Deep Research 它的得分仅次于 ChatGPT 的 Deep Research， 就是$200一个月的那个版本刚刚也有讲了，它做很多的 search， 基于编程什么理论化的分析，看了很多内容和网页，什么100多万条留言来给我们进行分析。这是第一个，是怎么做的。第二个，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跟王太不太关心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前说过比较喜欢的是肖恩的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但他频道说实话我看的不是很多的。以前偶尔讲到也有观众说你这个讲的不对，谁谁谁是他的什么不是他的小孩啦，是他的什么收养的啦，什么什么，也有观众跟我们指出，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么关心，我了解的也不多，这里面的很多他们的互撕我都没有看过，因此我们让 AI 分析，我觉得有个好处，我跟大家一起看，我觉得还有它会变得更准的这个地方。再来，那我为什么我要去说呢？是因为你看我之前做了很多大马的系列，马达涅、贪腐、什么柔佛，一半的人有人讲做马劳去了新加坡等等等等，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自媒体时代，信息大家都是乱传，什么中国人暴增，这非常多，而且乱讲的人反而容易受益。那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你不停的突出我们的真实性没有用，反而谁做一些一惊一乍的很炸裂的很什么惊讶的什么那种假的消息，反而大家很关注你展现一些那种他想让观众看到的价值观，反而很受关注，我也很受这个困扰，所以我做了很多讲事实的这个视频。我也是在做 YouTube， 我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我也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AI， 姑且我们认为它是信息搜索能力最强、态度最好、最没有自己主观效应的一个工具，我们来听听看他讲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价值。最后我怎么看？我刚刚讲了，这个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这个本身我觉得太多人也不会关心。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频道就是讲中年人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我们一直讲的，我一直强调的就是个人的真实的感受，所以流量不是我们第一考虑的，我们要强调真实，对自己有成长。好，这个是和大家分享的吧，希望这个大家看了也有一些启发和帮。对了，我忘记做广告了，我本来想说大家看这个的时候，我买一些我们的腰豆，啃一个我们的鸡腿来看会比较搭。其实想给我们自己在做的欧卡这个品牌打一个小小广告。OK， 好，希望大家喜欢，拜拜。